这边有2家，哇，这挺多的，哇，这其实都是，只是没亮灯而已。市场还是不少嘞，中医推拿、中医推拿。主玉，刚才站在门口这个还是一个小妹哦。这里湖北新村，然后这边是我们刚刚走过去的那个过来那个小路，咱们走这条大路吧。这里是一个海鲜餐厅，哇，中兴班118，小青龙168。湛江渔港，这边应该比较适合我们香港的朋友的口味。哇，这个就适合我们的工人大哥，龙江猪脚饭、牛腩火锅、牛杂粉面15、20，看一下啊，15、20、30。这个村子里面感觉还是有挺多这种老店，美味的老店。这个是湖北新村的牌坊，我们从这里进去看一下吧。这里是湖北村的一个主入口，然后两边是一个小街，哇，我的天哪，这一线天！经济快餐，小份15、12，小份12，中份15。沙县10年老店，我们到里边看一眼吧。不进这个握手楼，都不算是来到了这个城中村。那里有一个，这是个啥？闪着个灯。沙县特色小吃，哇！好像在深圳看了这么多城中村，湖北的这个真的是一线天。走在这里边，感觉就像是一个芯片一样，然后我们走在芯片的那些，就是一个设计规划的整整齐齐的，应该怎么描述这种感觉？这边是一个汤粉王，潮记汤粉王。这些都是比较便宜一点的，12、15、20的这种，然后任选4菜10元，这是快菜，任选4菜10元。
这边就挺多农民工在这边吃饭的。足浴按摩一条街，足浴按摩一条街。那个大姐的坐姿好轻好放啊！这里边的话就是，反正你别说这个湖北村呐，它虽然窄归窄，拥挤归拥挤，但是它其实还是挺环境，你看它地面的反光，就是它这个村子啊规规整整的，虽然窄拥挤，但是不凌乱。然后呢，也不属于那种脏乱差的情况，只是拥挤而已。它卫生清理的还可以，也没那种什么臭烘烘的感觉。路面的话也是全是硬化过的路面。啊，这边是他们的一个主街。小朋友。这边是他们的一个主街，按摩足浴。我们去那边看一下店。这里似乎是一个麻辣烫，没有嘞，麻辣烫。这里也有，进去瞄一眼，看一下是惊喜还是惊吓。这里边还挺多的呢，兄弟们。啥也没。什么都没，是没找对位置。可以，瞧见了没？这里还可以。看样子年纪不算太大，一个小妹吧，在里面，不算太大年纪。这边还有一家。探秘。这个没看，低着头没看见人，但是那房间里面开了个黄灯，看样子年纪也不算大，丑不丑不知道。湖北，一直给大家重复这个位置，要不然大家又说不知道是哪里。地铁2号线、5号线湖北下，然后进来，这个叫湖北新村。这个村子说真的，这个村子还有点意思，它非常的窄，但就这么一线天的光还能进来。再往前走走，我看这个村子还有没有。进来之后，你就一头往这村子里面扎，在这巷子里面就能看到。
果然，其实这里都有写，但它没亮灯。这边就没亮灯，那边也是，没亮灯，就是今天不方便了。啊，这边有2家，哇，这挺多的，哇，这其实都是，只是没亮灯而已。这次没有亮灯。这个估计在里边忙吧，没有在外面。基本上已经转一圈就已经摸个差不多了，这里边还挺多的，而且参差不齐。山竹，哇，泰国山竹19块8，这个山竹还不错，山竹。这水果挺新鲜的水果。客家脆李9块8，9块8的脆李。那里边刚也是，刚刚我们走过那个小巷那边。湖北三街，这里湖北三街，这边就是湖北三街。这个大街上都很多，这里是湖北正街。我们再走一下吧，再给大家拍这条街，反正很多，这里面非常多，也难怪在这里这么多农民工大哥的，还是有市场的，市场还是不少嘞，中医推拿，中医推拿，中医。刚才站在门口这个还是一个小妹哦，一个小妹站在门口，这个是个小妹啊，估计也就20来岁。这里边的话，这里边就已经走得很深了。那个扶梯的位置只有3.4米。兄弟们，这个罗湖村可以值得一试，值得。罗湖村值得大家过来逛一逛啊！这里有很多新鲜的水果，19块8的山竹很新鲜，还不错。还不错，大家来这里的话呢，就要多转一下，多转一转，多看一看。这个问价我就不问了，大家自行过来问吧。基本上像这种情况下，像这种都是行情都差不多。这是一个
一个小姐姐在那里，门留一道缝，然后在里面躺着。你别说，还挺舒服的。那前面不也是，那边也是，太多了。然后在小巷子里面走一圈，饿了，然后出来这边还有东西可以吃。其实罗湖这个湖北村子这个生态还是可以，商业的业态布局非常合理。然后街边的小吃，还有这种便利店，买点水呀、买点烟呐、你别说这么多村，我还是对湖北这个村还是比较有好感，这边潮汕的粿条，汕粿条，这里都出了他们村了。然后在他们这个村的这个门，就是这个老门这里，湖北新团这个老门门口这里就有个金海虹会所，这个会所看起来也是不正经中的正经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视频我们和大家一起深入的走访了这个湖北新村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，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这里走一走、逛一逛吧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边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拜拜。